大家好，又是我北北。今天我要来分享公仔饼的食谱。看完这一集影片，你就能轻轻松松做出好吃的公仔饼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每逢星期一、四、六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我们先来看看公仔饼所需要的材料：转化糖浆100克，玉米油38克，普通面粉10克，碱水半茶匙。首先，我们把转化糖浆倒入一个比较大的盆里，然后我们也可以把玉米油倒进去，把它们搅拌均匀。我们也可以把碱水倒进去，还有10克的面粉也可以一起倒进去，然后再次的把它们搅拌均匀。当这碗糖浆搅拌均匀过后，我们把它盖好，放在室温里8个小时或者隔夜。我们的糖浆已经放置了8个小时，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。我准备了普通面粉140克，我们把这个面粉慢慢的加入到糖浆里，我们一边加入就一边搅拌。它会越来越浓稠，越来越难搅拌。我们就像这样，慢慢的把它搅拌均匀。当我们的面团搅拌均匀过后，我们又把它盖好，让它休面2个小时。2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现在把这个面团拿出来，然后我们把它分成多个小面团。因为每个模型的大小都不一样，所以只要这个面团可以把模型塞满就可以了。我们在模型里撒上一些普通面粉，然后把多余的面粉倒回出来。我们在小面团的表面也撒上一些普通面粉，避免它粘在那个模型里，很难脱模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面团放入模型里，轻轻的把它压一压，把它压满，然后要把那个花纹印上去。压好后，我们就可以把面团敲出来，再把我们的公仔饼放在烤盘上就可以了。如果这个面团表面有很多面粉的话，你们就把它刷一刷咯就可以了。其实我没有特地去买做公仔饼的模型，我就随意拿到什么模型就用什么模型咯。我今天用的模型是茄子形状的，可爱吧？我的茄子模型公仔饼。我们在把公仔饼放入烤箱之前，先喷上一点水，避免它太干，等下会爆裂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把公仔饼放入已经预热好的烤箱里，用160度先烤一个10分钟。在等待的当儿，我准备了1茶匙的鲜奶，还有蛋黄1粒。我们把鲜奶倒入蛋黄里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。我们再拿一个筛子，把这个蛋黄过滤一下。这个蛋黄我们是要用来涂在公仔饼的表面，让公仔饼烤出来颜色更加的漂亮。现在公仔饼已经烤了10分钟，我们把它拿出来，放凉一下下，我们才把蛋液
涂在它的表面。现在公仔饼已经放凉了一下下，我们就可以涂上蛋液了，也不需要放太久，放到它完全冷却啦，只是要给它降温一点点，我们才涂上蛋液。这样做呢，等下公仔饼烤出来呢，颜色就会比较均匀，比较好看。涂好蛋液后，我们把公仔饼放回烤箱里，用同样的温度继续烤15分钟，或者直到公仔饼呈金黄色。已经烤了差不多15分钟，公仔饼的表面也已经够上色，已经呈现金黄色了。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放一旁，让它冷却。当公仔饼完全冷却后，我们先别急着把它吃掉，我们可以把它装进盒子里，放到第二天让它回油了，它会更香更好吃哦。又来到了温馨提示时间。每个人烤箱的温度都不一样，所以你们可以依据你们个人的烤箱来调整那个时间和热度。烘烤前，在公仔饼的表面喷上一点水，可以防止公仔饼在烘烤时因为太干而爆裂。蛋黄加入鲜奶就不会那么浓稠，过滤是为了去除多余的蛋清，这样涂在饼皮上就会比较容易操作。放凉一点点后才涂上蛋液的公仔饼，烤出来颜色会比较均匀，比较好看。如果做法正确的话，公仔饼做出来是松软不粘牙的，放到第二天回油了会更香更好吃哦。公仔饼放凉后就可以把它收进罐子里，慢慢享用。下课，吃公仔饼喽！完成喽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——公仔饼。大家觉得这个公仔饼容易做吗？它的材料简单，做法也不难，只是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让糖浆回油，让面团、油啊、糖啊全部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等下我们的公仔饼做出来就会非常的松软，非常的好吃。大家不要看这个公仔饼用料简单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。当你放进嘴里，慢慢的咀嚼，它会有一种香气，我觉得那是糖浆的香气，非常的香，非常的好吃。它吃起来的口感是松松软软的，不会硬邦邦的，非常的好吃。今天的公仔饼成功。我下一个视频呢，会来一个潮州老糕。大家对这个潮州老糕有兴趣吗？有兴趣的话，记得留意我下一个视频哦。分享食谱与美食，轻松在家做料理。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让大家轻轻松松做出美味料理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要帮我们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